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本蕴含着无尽智慧与深刻人生真理的书《王阳明心学》。这本书是后人根据明代著名思想家、哲学家、军事家王阳明的一生经历和思想所编撰的。王阳明原名王守仁，他的一生跌宕起伏，却始终闪耀着智慧的光芒。他所创立的心学体系，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，更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成为了中国思想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。王阳明心学这本书，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，能够开启我们内心深处那扇智慧之门。它所蕴含的价值，无论是对我们个人的成长、心灵的修炼，还是在为人处事、应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方面，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。它能让我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看待世界，看待自己，帮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宁静与力量。当你翻开这本书，就仿佛踏上了一段充满惊喜与启迪的心灵之旅。它将改变你看待问题的角度，重塑你的价值观，甚至有可能彻底改变你的人生轨迹。在开始深入了解这本书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在面对人生的困境与挫折时，我们是否常常感到迷茫、无助，甚至被负面情绪所淹没？而同样面对艰难险阻，王阳明又是如何做到在困境中崛起，在挫折中领悟人生真谛的呢？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明朝正的年间，王阳明因得罪宦官刘瑾，被贬至贵州龙场。那是一个偏远、荒凉且环境极其恶劣的地方，对于一般人来说，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，甚至可能就此沉沦。然而，王阳明却在龙场这个蛮荒之地，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，悟出了圣人之道，无性自足的心学精髓。这一事迹犹如黑暗中的一道闪电，照亮了他自己的人生道路，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那么，王阳明的心学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，能让他在如此困境中实现人生的蜕变呢？接下来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王阳明心学的世界，去探寻其中的奥秘。核心理念一：心即理。心即理是王阳明心学的基石，也是其最具革命性的观点之一。这一理念打破了传统理学中一在人心之外的观念，强调天理、人理、物理皆在于人心之中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存在着一个完整的道德与真理体系，无需向外苦苦求索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这其实与我们人类内心深处的自我认知和内在潜力有关。我们常常低估了自己内心的力量，习惯于在外部世界中寻找答案和指引。然而，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，人类大脑具有强大的认知能力和自我调节功能。我们内心深处蕴含的对善恶、对错的基本判断能力，以及对真理的感知能力。王阳明提出的心即理，正是对这种内在能力的肯定和唤醒。他告诉我们，我们所追求的道德准则、真理智慧，并非遥不可及的外物，而是深藏于我们自己的内心之中。那么，在生活中，我们该如何运用心即理的理念呢？首先，在面对道德抉择时，我们要学会倾听内心的声音。比如，当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一个可能涉及道德问题的决策时，不要仅仅依赖于外部的规章制度或他人的意见，而是要静下心来，问问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想法是什么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我们能够做出更加符合自己内心道德标准的决策，从而避免陷入道德困境。其次，在追求知识和智慧的过程中，我们不能仅仅依赖于书本知识和权威言论，而要注重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。例如，在学习一门新知识时，我们可以通过阅读、请教他人等方式获取信息，但最终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判断，去领悟其中的真理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将知识内化为自己的智慧。书中提到，心即理也，天下又有心外之事，心外之理乎？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心即理的内涵。它提醒我们不要被外部世界的表象所迷惑，要相信我们内心深处所蕴含的真理力量。在王阳明心学中，有一个关于王阳明与弟子徐爱的一段对话，充分体现了心即理的思想。徐爱问王阳明：至善只求诸心，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。王阳明回答说：心即理也，天下又有心外之事，心外之理乎？他进一步解释说：心之体，性也，性即理也，故有孝亲之心，即有孝之理；无孝亲之心，即无孝之理矣。有忠君之心，即有忠之理；无忠君之心，即无忠之理矣。离其外于无心邪？通过这个案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王阳明认为所有的道德准则和真理都存在于我们内心之中，只要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和运用内心的力量，就能够处理好天下之事。核心理念二：知行合一。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中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理念。他强调知识与行动的统一，即我们不仅要懂得道理，更要将其付诸实践。这一理念打破了传统观念中知与行分离的状态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。从心理学角度分析，知行合一符合人类行为与认知之间的关系。研究表明，
人类的认知活动会直接影响其行为方式，而行为的结果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认知。当我们真正理解了一个道理并将其转化为行动时，这个道理就会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得到强化，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。同时，知行合一也体现了人类自我实现的需求。当我们能够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时，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。在实际生活中，知行合一可以运用在各个方面。在学习方面，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记住知识，而要注重将知识运用到实际问题中。例如，在学习数学公式时，我们不仅要理解公式的含义，更要通过做练习题等方式，将公式运用到具体的解题过程中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掌握知识，提高学习效率。在个人成长方面，我们要将所学的自我提升理念运用到日常生活中。比如，我们学习了关于时间管理的知识，就要制定合理的时间计划，并严格按照计划执行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成长。在人际关系方面，知行合一要求我们言行一致。如果我们嘴上说一套，行动上又是另一套，那么就会失去他人的信任。例如，我们承诺要帮助朋友解决困难，就一定要付出实际行动，而不是只是说说而已。书中提到，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圣人之道，不信自足，不假外求。这句话强调了知行合一的重要性，指出圣人之道就存在于我们内心之中，而要实现它，就必须将知识与行动结合起来。王阳明在平定宁王之乱的过程中，充分体现了知行合一的理念。在得知宁王叛乱的消息后，他迅速做出反应，制定了一系列的战略计划，并立即付诸行动。在整个评判过程中，他始终将所学的兵法知识与实际情况相结合，灵活运用各种战术，最终成功地平定了叛乱。这个案例生动地展示了知行合一的巨大力量。它告诉我们，只有将知识与行动紧密结合，才能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做出正确的决策，并取得成功。核心理念3：致良知。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宗旨，也是其追求的最高境界。所谓致良知，就是指通过内心的修炼和自我反省，将我们内心深处的良知发扬光大，使其成为我们行为的准则。从心理学角度来讲，致良知与人类的道德意识和自我反省能力密切相关。良知是人类内心的一种道德直觉，它引导着我们做出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，而自我反省则是我们不断发现自身不足，提升道德水平的重要途径。王阳明提出的致良知，正是对这种道德意识和自我反省能力的强调和引导。他鼓励我们时刻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，不断挖掘和发扬内心的良知，从而实现自我道德的升华。在生活中，致良知可以引导我们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。例如，在面对利益诱惑时，我们要运用致良知的理念，审视自己的内心，问问自己这样做是否符合良知的要求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我们能够抵制住诱惑，保持自身的道德操守。在处理人际关系时，致良知要求我们以善良、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人。当我们与他人发生冲突时，要先从自身找原因，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良知的要求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可以化解矛盾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书中提到，良知之在人心，不见于圣愚，天下古今之所同也。这句话强调了良知的不变性，指出无论是圣人还是普通人，内心都存在着良知，而致良知的过程，就是我们不断发掘和发扬这种良知的过程。王阳明在晚年时，曾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。他认为自己一生所追求的，就是致良知。他指出，某于此良知之说，从百尺千难中得来，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，只恐学者得之容易，把作一种光景玩弄，不实若用功，难免致误人。这个案例充分体现了致良知的重要性。它告诉我们，致良知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，而是需要我们在生活中不断的努力和实践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领悟良知的真谛，并将其运用到实际行动中。核心理念4：世上磨练。世上磨练是王阳明心学中关于实践修行的一种理念。他强调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上，通过不断的应对挑战、处理问题，来磨练自己的心性，提升自身的修养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世上磨练符合人类心理发展的规律。人类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，会激发自身的潜能，促使自己不断成长。同时，在处理各种事物的过程中，我们能够积累经验，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此外，世上磨练也有助于培养我们的心理韧性，使我们在面对挫折时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。在实际生活中，我们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各种活动来实践世上磨练的理念。例如，在工作中，我们可以主动承担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任务，通过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来磨练自己的意志和能力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可以面对各种琐碎的事物，如家庭矛盾、邻里纠纷等，通过妥善处理这些问题，来提升自己的沟通能力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我们能够在实践中不断成长，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。
书中提到，人须在世上磨，方立得住，方能静一定，动一定。这句话强调了世上磨练的重要性，指出只有在各种事物上不断磨练自己，才能真正做到内心的安定。王阳明在江西任职期间，面临着诸多复杂的问题和挑战，如匪患猖獗、民生困苦等。他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，而是积极地投身于解决问题的工作中。在处理这些事物的过程中，他不断磨练自己的心性，提升自己的治理能力。例如，在平定匪患的过程中，他深入了解当地民情，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策略，最终成功地解决了匪患问题。这个案例充分展示了世上磨练的力量。它告诉我们，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应对挑战、处理问题，才能真正提升自己的能力和修养。核心理念5：立志。立志是王阳明心学中关于人生目标设定的重要理念。王阳明认为，人只有立下坚定的志向，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进，实现自身的价值。从心理学角度分析，立志符合人类自我实现的需要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，自我实现是人类最高层次的需求，而立志则是实现自我价值的第一步。当我们立下志向后，就会产生一种内在的动力，激励着我们朝着目标努力奋斗。同时，立志也有助于我们明确人生的方向，使我们在面对各种诱惑和干扰时，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立志。首先，要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，确定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想要实现什么样的价值。其次，要将大目标分解成一个个小目标，制定合理的计划。例如，如果我们立志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，就要先制定学习计划，努力学习医学知识，然后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，要保持坚定的信念，不轻易放弃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我们能够为自己的人生设定一个明确的方向，并为之努力奋斗。书中提到，志不立，天下无可成之事，这句话强调了立志的重要性，指出没有志向，就无法成就任何事情。王阳明在少年时期就立下了读书学圣贤的志向。他曾说过，志不立，如堕之舟，无闲之马，飘荡奔逸，终亦何所抵乎？在之后的岁月里，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志向，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，都没有放弃。最终，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、哲学家和军事家。这个案例充分展示了立志的力量。它告诉我们，只有立下坚定的志向，并为之努力奋斗，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通过以上对王阳明心学核心内容的介绍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本书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和深刻的哲学思想。它以心即理、知行合一、致良知、世上磨练和立志为核心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、看待人生的方式。它教会我们如何发掘内心的力量，如何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，如何在面对困难时保持坚定的信念，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并为之奋斗。那么，现在我想问大家，你们是否愿意踏上这段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心灵之旅呢？是否愿意将王阳明心学中的理念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呢？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。那么，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，认真阅读这本书，深入领会其中的精髓，并将其运用到实际行动中吧。记住，你内心的力量是无穷的，只要你愿意付出努力，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。不要害怕困难，不要畏惧挑战，因为每一次的挫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。让我们以王阳明为榜样，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，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行，相信自己，你一定能行。让我们一起在王阳明心学的指引下，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辉煌人生。